圣经中的大卫与八十八的故事呢，一直是教会里用来教导会众应当警醒的事。在那个故事里呢，大卫引火上身的灾难呢，仅仅开始于他的眼目，就是那妇人的美丽对他视觉的吸引，进而引发他内心的欲望。这个话题呢是众人皆知的，但在人类历史上呢，却不断的有人重蹈覆辙，甚至信仰上帝的信徒呢，对这类问题也并不能免疫，因为这种罪呢，在人前面永远是梦幻与爱的样子，其目的呢是使人放纵情欲，然而品尝情欲的果子呢，却是吃喝痛苦与仇恨。最近呢，读到一本书叫《Every Man's Battle》，书中的作者呢，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，说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他在美国的南加州，沿着那条风景秀丽的海岸公路驾车，在不经意之间呢，他的目光呢锁定在一位沿着公路慢跑的年轻女子身上。这位穿着比基尼的女子呢，那种轻快的步伐以及呢富有性感的胸衣，带给他一种特别的吸引力，那更像是一种情欲的诱惑。女子从他的旁边过去了，但诱惑呢却使他不能禁止自己。他不住地转头继续观看，他形容自己的眼睛好像是一部照相机，试图捕捉每一个可能的瞬间。接着砰的一声，他的车子与前面的车子追尾了。这个故事呢，有一点像圣经中大卫所经历的，就是试探呢，往往都是在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。因为大卫呢，就是在露台上，在不经意之间看到那个正在沐浴的女子，成为那个灾难的起头。机会呢是一个关键因素，但机会呢并不是决定因素。机会能触发一个事件的发生，但机会并不能决定一个事件的发生。可以设想，如果那个女生坐在车子的后排，那这位男士呢得到的机会不过是透过反光镜多看几眼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试探它只是试探。而在圣经的大卫的故事中呢，他的悲剧呢不仅仅是得到一个看到美女的机会，而是隐藏在机会背后的就是他的欲望以及实现那个欲望的权利。经文带有某种遗憾的口吻，说那正是诸王出战的时候。有人解释呢，因为中东地区呢是有春雨秋雨的季节，而雨季的时候呢，道路会变得十分的泥泞，非常难走。而打仗呢，需要军队带着装备以及辎重长途行军，所以在季节上是有要求的。如果大卫能够按照常规的王一样，在那个时候做自己当做的，就是去打仗，那也不会带给他什么危险的结果。另一处经文呢，再次提到大卫仍然留在耶路撒冷。我仍然感觉这里的气氛是一种遗憾，一种惋惜，因为大卫选择留下。经文提到他睡到下午才起床，这种精力充沛而又无事可做的状态，就是一种危险的因素。前面提到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大卫是王，这不仅仅是说他有权利，更是他的心态，就是他不需要顾及任何事，这也是他的安全感。安全感使他的心不再警觉，为那个试探铺遍了道路。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曾察觉的，却可能是很关键的因素，就是大卫呢有多个妻子，但似乎呢没有一个能走进他的心，以至于他的两个儿子安嫩与押沙龙完全都不像大卫，而那个八十八很可能就是唯一走入他内心的。似乎呢大卫有妻子有儿子，但在上帝眼中呢却没有家。圣经记载上帝对人的祝福呢，往往是透过人的子女甚至后代实现的。上帝祝福亚伯拉罕，就是祝福他的后裔。上帝祝福雅各呢，上帝知道他最爱的妻子是拉结，以及他所生的约瑟，所以在安排约瑟呢完成那个拯救的使命，这就是对雅各的爱的体现。同样，上帝爱大卫，也就知道
哪个妻子是大卫最爱的？那就是八十八。上帝透过他所生的所罗门，并重用所罗门，这就是上帝对大卫的爱的体现。有这样的经文：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。接续大卫呢，作为王呢，是王的儿子能够享受的待遇，但额外的祝福呢，这就只有上帝才能给予，那就是这个儿子呢，成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，并建造了耶和华的殿。或许呢，这就是上帝没有阻止大卫犯罪的一个原因，但罪呢，就是罪，来自人的选择。或许大卫选择留在耶路撒冷，他并没有想到会招来自罪的试探。他的失败呢，也正是因为他的心呢没有防范。不过我们今天的人呢，应该警醒的，人的选择呢，展现出人自己心中所重视的。在这个短视频中呢，这对黑人夫妇呢，因为手机的信息而引起的争吵。很多时候，夫妻中的一方的外遇呢，多是通过手机的信息被揭露的。最近也听到一位自己所认识的，同样是因为手机信息的暴露而陷入这样的危机之中。值得注意的呢，也同样是类似大卫的情况，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。或许他们认为人到中年了，不会再有性方面的出轨，但作为信徒呢，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，怎样做就是给撒旦钻空子。但他们自己呢，不重视这个，他们在选择上更注重名分或者利益上的得失，而选择了夫妻两地分居。不过这只是一个原因，再有呢，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在沟通上根本就存在着障碍，总在吵架，因为他们相互不懂对方。这就是大卫的情形。一个因素呢，是他本人错误的安全感，一个因素是夫妻关系的隐患，而最后来到的，那就是来自异性吸引的机会。就是在他们的朋友之中，有一位单身的女士走进了那位男士的生活，因为那个人能懂她。当这样的情形持续足够长的时间，那种情不自禁的事就会发生了。人做这样的事呢，是因为人自己的心理生理上需要得到了满足，而不在于这个人的身份职业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可以是大卫这样的一国之君，是众人心目中的英雄，但他也可以是牧师，是在教会中被人看作是圣人的。所以人的行为是好是坏，不受其职业地位的影响。回到圣经呢，上帝这样的爱大卫，甚至称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但上帝并没有阻止大卫跌倒。那不仅仅是大卫自己声誉上增加了一些污点的事，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罪的一个特点，那就是透过痛苦与仇恨的传播和扩散。大卫原本应该去打仗的，但他没有去。他逃过了那看得见的战争，但他却没有逃过那看不见的战争。他逃过了他可以得胜的战争，就是与亚门人的征战，但他却没有逃过他不能得胜过的战争。先知拿单说，你让仇敌得着亵渎的机会。这个仇敌呢，不是亚门人，而是撒旦。耶稣说他从首先就是杀人的。很多时候撒旦并没有机会去杀人，而大卫的犯罪呢，就是给撒旦这样的机会，那就是88的丈夫被大卫谋杀了。因为大卫是父亲，他这样做是在孩子面前树立了极坏的榜样。首先被败坏的就是大卫的儿子暗嫩，他看见父亲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睡别人的妻子，他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睡了自己的妹妹。然后连带的呢，就是暗嫩被押沙龙所杀。我们看到大卫的冲动呢，仅仅是那一个下午所发生的，而所临到的灾难呢，要持续几十年。关于那位88呢，有这样的经文说她是以莲的女儿。那位以莲呢，应该是
一位大能的勇士。经文提到大卫的30个勇士的时候，提到了88的父亲以连，而经文又说呢，以连是亚希多弗的儿子。由此可见呢，那位大卫的谋士亚希多弗呢，就是88的爷爷。88是别人的妻子，被大卫占有。相信亚希多弗呢是愤怒与仇恨的。当押沙龙起来背叛大卫的时候，这位大卫的谋士亚希多弗选择了加入了叛党的行列。他建议押沙龙在露台上睡了大卫的嫔妃，这就是他的报复。我们看到大卫的国原来是强大的，有亚希多弗这样非凡的谋士，都是因为大卫的罪，原本的秩序混乱了，这样的人才却成了叛党。这就是先知所说的仇敌得着亵渎的机会。这就是大卫的故事带给我们的警醒。人做这样的事是容易的，但所产生的后果却是始料不及的。